朋友们，我们经常能听见造口业这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当中呢，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很多的因果。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去好好的说话，正确的说话。易经里面其实早就已经提醒过我们了，你要时刻警惕你所说的话，因为它会成为你的人生预言。因此呢，在说话上实修呢，也是我们自我修炼非常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说话上进行实修，怎么通过改变你说话的方式，来逐渐改变你的磁场，改善你的人际关系，提升你的运气，甚至改变你的命运。你放心，一个人内在的维度和层次呢，是一定可以通过他平时的语言呈现出来的。因为语言往往就是思想的一种外在呈现，这就像是一张经常都阴郁着的脸，它的背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个干净而又通透的灵魂。如果你一开口就是造业伤人，让别人不爽，引发争端，制造或者升级矛盾，那么无论是你的亲密关系、社会关系，还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感情关系，一定都是一团糟。你的人生也会离幸福越来越远，运气呢也自然好不到哪儿去。当然了，可能你会说你也不想这样，这不是你的错，因为别人总是让你失望，总是对不起你，伤害你。但是事实真相并非如此，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依然是你内在的迷失。很多时候正在张嘴说话的那个你呢，其实它并不是你，只是你的情绪和习惯。当他们在接管了你的肉人以后，除了会驱动你的大脑进行各种的胡思乱想和评判以外，还会让你说出那些把你推向深渊，让你在清醒以后无比后悔的话。而你一次次地循环着这个过程，但是你自己并不能看见和控制，所以你离成功呢就越来越远，你离快乐和幸福也越来越远，同时大家也会离你越来越远。那么一个真正通透明白或者说开悟的人，平时都是怎么说话的呢？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在提起觉知之下正确的说话呢？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随时都能做的练习。可以说这是一个能让我们一直以来的行为习惯以及生命呈现的方式呢，直接发生改变的实修练习。这个练习呢，就是观语言。首先呢，我们不妨先来审视一下自己大概每天一共会说多少话呢？不用那么的精确，只需要看看自己在一天中所说的话，是属于特别多、很多、比较多呢，还是不多也不少、比较少、特别少呢？接下来我们不妨再继续的审视一下，看看自己每天所说的这些话里呢，其中有多少是毫无意义的重复，其中又有多少是说完以后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更大的情绪，甚至引发和他人之间的不快，其中还有多少是说完以后我们的内在会感到平和、坦然和自在。好，我想现在呢，你一定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答案了。其实决定这一切的呢，是在你开始说话之前，自己是否已经认同了在你头脑里的起心动念，或者说，在你开始说话之前，在你的头脑里呢，其实就已经按照一个固有的模式发生了反应，而你却对这个反应没有觉察，认为这个反应就是你自己。于是呢，你所说出来的话就已经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自性流露，而是在这个无意识反应支配下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也就是要进行的这个日常的实修练习，就是要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入手，把我们的语言作为观察的对象，去练习我们观的力量，
去在练习中生出指定境。好，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练习的具体步骤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在掌握了它的要义以后呢，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实践练习。另外，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建议，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各种实修练习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在实修的初期，就想要一下子把自己从多年的习气、习惯中呢给修正过来，让自己时时刻刻都处在正念、提起觉知、有意识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这其实是不现实的，或者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妄念。就拿这个练习来说吧，我们想要通过练习，一下子就让我们每天的说话，从以前的无意识变得有意识、有觉知，这是不是不太可能呢？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呢，比如先从每周给自己定一个正念日，甚至是正念半日，从这个做起。我们要先和自己有个约定，就先从每周的这个固定的有限的时间段内做起。我们要坚定地保证，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定要完成我们的实修功课。比如我们要在这一天或者半天内，要时刻要对我们的语言保持完全的觉知和观察。当然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一下子成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要从被打断的地方，不带评判的，不去纠结的重新回到训练之中。当然了，我们之后还会接触到更多的日常实修练习，我们也都可以把这些练习呢安排在这段我们所选定的时间内去完成。我们就先集中把这个固定的时间段内做到知行合一就好。如果能坚持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伟大的在实修道路上的成就。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关语言的练习。首先呢，我们要练习在每次即将开口说话之前，先去主动的止住1秒，定住1秒。那给自己留出这1秒钟的时间要干什么呢？我们可以迅速地把意识带入到我们即将要说出口的话语之上。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在这1秒钟内呢，抓紧做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的内在调动起来，然后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即将要说出口的话语上。当你把全部注意力的焦点都集中在你即将要说出口的话语上时，这时候你自然就会觉察到这些暂未说出口的话，是来自于你内在的良知，来自于你生命自然而然的流露，还是来自于你头脑的自动化反应了。如果是前者的话，你就让它继续自然的流露和表达；如果是后者呢，那么你就主动的选择止住不说。你可以试试把你即将要说出口的话换成笑而不语。当然了，我们尽量呢不去选择在比如辩论、演讲、开会、面试等等这些场合去做这个练习，我们就在平时自然且放松的环境下去进行这个练习就好了。好，我想现在一定有人要问了，那我如何才能区分到底这些话是我自然而然的生命呈现，还是我的习气呢？很简单，当你把注意力真正的集中在此处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你话语中的那些二元对立的头脑评判。什么是二元对立呢？一般来说，当你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它的一个反义词时，它就是二元对立的。同时，你还会看见在这些二元对立的评判背后，是一个我在对对方进行着强烈的诉求。没错，这个我的诉求呢，一定会暴露在你的觉知之下。然而，如果你的话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是来自于你的良知，那么它们就是无所住的，是没有这个我的所求的。相信我，只要你把觉察和意识带入到了这些话语当中，你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切。你甚至还会发现，在你的观察之下，有一些你本来马上要迫切说出口的话，
却自然而然地说不出口，此时你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不说。这就是把意识带入语言以后你发生的变化。如果你可以在每周都去在一个特定的实修时间内呢，去坚持完成这个练习，持续地让自己对自己的语言保有觉知，你或许会发现，在这段时间内，你所说的话比平时至少要减少了1半以上，甚至更多，但是你的内心却会比以往平静、愉悦、自在得多。当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你就可以去尝试着把这个新的有意识的说话习惯呢，更多的去融入到你平时的生活里了。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在你身边的人就会主动地跑过来告诉你，他们自己所感受到的你的变化了。这就是你的生命范畴正在发生改变，而这个改变呢，也必将影响着你周遭的环境，和在你身上的发生一起改变。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